这个就是从山上下来以后经过的藏族的小村子。哇，今天这片金色的云好好看。呢間係我哋入住嘅藏式酒店啊，係藏族人運營㗎嚇。呢度係佢後院啊，而家仲喺度裝修緊。前面係整得幾靚嘅，客房都唔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准备出发去稻城亚丁了。其实稻城亚丁是稻城县的亚丁景区，稻城离亚丁还有大概100多公里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吧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因為我哋今日咧係去稻城亞丁啦，所以我哋走嘅係227國道。咁個227國道呢度嘅車流量咧，好似比318少咗好多。呢度係一個細嘅景區啊，叫做二郎寺，係一間藏族嘅廟嚟嘅。你睇到而家啲路邊嘅景點咧，停車啊，各樣嘢都整得非常之好噶啦，好完善啊。不過今日呢個景區好似未開啊，我哋又去睇下先。山上邊一條條彩色嘅呢，就係經幡啊，藏族人攞嚟祭奠呢一個山嘅或者天空嘅，就係用呢樣嘢啦。傳説中呢，佢經幡上面有經文㗎，咁風吹個經幡嘅時候呢，咁就等於幫你朗誦呢個經文啊，同你喺度祈禱啊，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呢度仲有遊客中心添啊，呢個景點仲未開放嘅，妥妥都係俾遊客參觀㗎啦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能进去还是不能进去的？可以进去是吧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廣東。呢一個寺就係叫做二郎寺啊，扎嘎寺。我哋又去睇下先。而家應該休息咁啊，未喺度施工。佢原先應該呢個寺廟原先應該係有嘅，睇樣而家係翻新咁嘅啫。仲有啲藏民喺度居住，應該佢哋維護緊呢間廟。呢間廟係可以入去參觀㗎，所以我哋入去睇下。呢啲因為平時遊客嚟得唔多啊，反而佢哋會熱情好多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就在二郎寺背后，这里就是现在在重修，就是外围在重修，还没有开放。如果是修好了的话，应该就会开放。然后刚一个师傅还带我们进去参观顺时针转了一圈，就是注意进大殿的话要摘掉帽子跟墨镜、口罩这样。然后里面有一些供奉的一些菩萨还有活佛。然后这里修好了，应该就会正式开放，山跟寺庙应该就可以一起游览了。哦，明年应该彻底修好了吧？它那个修好了。哇，这个有1000多年了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刚刚师傅说这个庙有1000多年历史啊，现在只是翻新而已。里面还有很多壁画。以前呢，因為啲藏族寺廟呢，佢唔係好多遊客去嘅，所以佢通常咧都有個領隊喇嘛就帶啲遊客嚟參觀，咁我哋就會隨緣咁俾啲香油錢嘅。哦，這裡就是扎嘎聖山旅遊區啊，因為革聂就在這裡。因為丁真它非常出名啊，以後這裡肯定成為一個很流行的旅行地方了。去往革聂的路現在在修路，每天是限時段放行的，然後基本上是需要4驅越野才能過去的。以後的路肯定就會修得很好了。在扎嘎神山往下看，剛好看到理塘縣城的景色啊。
现在我们继续往稻城方向走，感觉在一片绿色的林海中穿行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这个227国道往稻城方向走的这个路况还是很好的，沿途风景也很漂亮。沿途风景也不错，这一段非常漂亮。嗯。巫山一拜。哎呦，路上的牦牛真的看见可要小心了。昨天还刷到一个车祸，就是凶狠的眼神，在撞车跟撞牛之间选择了把他的车撞向栏杆。你车撞了有保险，牛撞了可就几万块了。拐弯翻车，拐弯翻车，真的何时开车都要注意安全。呢度係227其中一個觀景台啊，227公路啊，叫做石頭河啊，石頭河真係好多石頭嘅，一路開上嚟啦，呢個227公路咧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，好靚啊，環境又最緊要就係車流量唔多啊，成條路開上嚟真係非常之正，比呢個318啦仲加舒服喎。这里就是兔儿山了，也是个景点吧？也是个景点。刚刚路边有个服务区，但是感觉现在建的还不完善，应该后续会开发吧。嗯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兔儿山，是不是很多石头像个兔子一样？不知道。呢度係兔兒山嘅觀景台啊，其實就係咁噶啦。唔係好多嘢睇嘅啫，一堆石頭，一堆山啊！呢度呢就有好多經幡嘅，啲藏民就圍住喺度。呢個觀景台停車場呢，停車係要收錢嘅，收5蚊。咁我俾咗錢就上嚟逛下啦，真係冇乜嘢睇噶。呢邊就係另外一邊，都係石頭山嚟噶。我哋逛完就要即刻走啦，因為呢度海拔4700米啊，毛毛都差唔多要高反啦。哇，又一个天路啊！是啊，这里刚刚路面海拔看的4460，感觉像跟那个云都是平衡的。呢個休息站好大個啊，亦都冇乜遊客嘅。廁所就多啦，但係冇嘢食。紧急刹车！紧急刹车！遇到这些大哥们过马路。悬崖上的庙。这些才是真正的路霸呀！谁看见他们都得退避三舍。我们已经顺利到亚丁景区下面的香格里拉镇了，这里吃饭然后住宿都非常方便，而且它最大的好处是海拔不高，海拔2900。如果怕高反的话，就不用住在亚丁村，住在下面的镇子里面会比较方便。它开车到景区也就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我哋已經順利入到嚟稻城亞丁嘅景區入邊啦，買咗區間車票，區間連車票250蚊，加10蚊嘅保險費。因為我哋係住喺入邊嘅，所以應該係差唔多最後一班或者倒數1、2班車入去㗎啦。門票算係唔平㗎啦啊！前面就係稻城亞丁嘅景點入口啊，好高大上啊！
有工作員哥哥幫手攞一攞行李啊，非常之好。因為我哋係最後入亞丁村嘅，呢班接駁巴士咧只會去亞丁村嘅啫，其他景點咧佢就唔會放人落去噶啦。下邊咧就係景點下邊嘅村啊，但係咧佢因為全部都係酒店啊，佢而家發展咧都幾多下啦，幾成規模啊。我哋直接包車啊，差唔多係最後一班車嘅事，成部車就得我哋2個乘客啫。Hello， 我们已经到亚丁村1号站下车了，然后订的那个民宿老板说等一下会来接，这里海拔3900，不过好在民宿有那个制氧机可以租，然后晚上会睡的应该会好一些，要不然其实海拔太高，睡觉还是有点难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就是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，所以一般游客是不会选择住在这里。但是住在这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明天早上你可以早点去玩，就省了从景区开过来的，我们大概走了40分钟时间，省了40分钟时间。对，如果人多的估计要1個小時啦，2個小時進出啦時間。我哋已經到咗亞丁村啦，呢度又係4圍咁搞緊建設啊，灰塵好大啊。轉過呢度呢，就見到雪山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亚丁村的民宿了，这里就是可以直面这里的雪山。然后，如果你不会高反的话，还是比较建议住在这里的。然后游客也不多，比较休闲，看景也比较方便。然后，如果晚上，如果是光污染不太多的话，應該會可以看到星空的。亞丁村係前往稻城亞丁景區嘅最後一個住宿點。住喺呢度啊，個好處一係風景唔錯，可以睇到2大神山仙乃日同埋夏洛多吉嘅銅關。而亞丁村呢，更加係欣賞夏洛多吉嘅最佳位置。第二就係第2日可以咁早咁樣前往稻城亞丁景區，而咁好咁增加第2日喺景區嘅遊覽時間。因為從稻城或者係香格里拉鎮呢，入嚟亞丁景區嘅時間係需要2到3個鐘嘅，係真係好耐。而缺點呢，就係亞丁村嘅海拔係相當之高，有接近3900米，海拔高度呢就同禮堂差唔多啦。所以入住呢度嘅酒店呢，最好選擇有提供供氧設備嘅酒店，同埋有高原反應嘅朋友呢，就千祈唔好入住呢度啦。喺我入住嘅當日呢，凌晨2、3點啊，係有人打咗景區嘅緊急求助電話，最後 call 咗白車呢嚟緊急拉落山嘅，就係因為有嚴重嘅高原反應啊。咁聽日呢，我哋會遊覽稻城亞丁。咁今期嘅影片呢，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寶子們、家人們、老鐵們，動動各位發財的小手，一鍵3連，關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